视频开头插播一条来自2009年的秘鲁旅游安全警告：所有身材较胖的游客要警惕自己的肥肉，以免碰到神秘的脂肪盗窃团伙。听到这儿，可能有小伙伴会说，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嘛，怎么会有人偷这种东西呢？人类的脂肪竟然还能够卖钱，而且在黑市的价格要远超同等量的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团伙为了得到人类脂肪，手段极其的残忍。而除了胖子们闻风丧胆之外，最让当地居民恐惧的是，400多年前的都市传说竟然变成了事实。2009年11月中旬，秘鲁警方爆出了一则惊天大新闻，他们刚刚逮捕了3名犯罪嫌疑人。该团伙谋杀农民，从尸体当中获取人体脂肪，然后转卖给欧洲化妆品制造商。据推测，受害人数可能高达60人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警察展示了一系列证据，尤其是2个装有脂肪的瓶子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仔细看的话，我们就能发现，这些罪犯用的是可乐瓶装脂肪，外观上来说是质地较为浓稠的黄褐色液体，另一个瓶子里面的液体颜色则显得更深一些。除此之外，警方还展示了几个小罐子、保险丝线圈和炸药。而最关键的，要数警方曝光的作案细节，简直是令人发指。据说这个团伙在瓦努科一带活动，目标人群就是来自高原丛林地区的农民，他们通常会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路上游荡，寻找猎物。当受害者出现后，他们就假意介绍工作为由，将其引诱到丛林当中的一间小屋商议。可事实上，受害者等来的却是一顿毒打，直到被活活打死。紧接着，受害者的脑袋和四肢都会被分离，随意丢弃，而剩下的躯干等完全掏空后，就会被倒挂在天花板上的金属钩子上，像极了屠宰场里面的畜生。最后，该团伙会准备大量的蜡烛在尸体下面燃烧，地板上又有事先准备好的锅碗瓢盆。这样一来，人体腹部的脂肪就会一点点的融化，通过漏斗慢慢的滴下去。通过这一套流程，脂肪收集工作也就完成了。据警方透露，29岁的埃尔默在利马的一个汽车站被捕时，随身就携带着一瓶人体脂肪，证据确凿。随后，埃尔默并带领警方来到了一处山谷，指认了埋葬人体遗骸的地方。果然，警方在那里挖出了肋骨、头骨等人体遗骸。据埃尔默透露，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干上了这一勾当。他们把简陋的小屋当成实验室，提取了大量脂肪后，约以每升15000美元的价格在黑市上出售。通常是一些意大利黑手党会作为中间人买下这些东西，然后再转手卖给欧洲的化妆品行业。至于人体脂肪起到什么作用，埃尔默表示他也不清楚，好像听说是皮肤软化剂一类的东西。而最关键的是，该团伙中还有6名成员仍然逍遥法外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秘鲁国家警察局局长菲利克斯·莫尔加很是激动，他紧握拳头，大声宣布：“我们捣毁了一个贩卖人体脂肪的犯罪团伙，正式公开了脂肪盗窃团伙的存在。”另外，菲利克斯还通过记者警告当地的居民，目前罪犯并未全部落网，务必要警惕陌生人的搭讪。此新闻一出，立刻冲上了热榜。居民们在震惊之余，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东西，那就是比希塔克斯。这东西其实就是一都市传说，存在于南美神话当中的一个邪恶生物。传说中，它经常出没在安第斯山脉，曾经还有村民看到过它的真实面目，是一个高大的白人男性，戴着宽边的帽子。比希塔克斯最爱找那些毫无界限的旅行者，他通常会设法将受害者引诱到丛林深处，自己躲在暗处守株待兔，然后吸掉受害者的脂肪。有的时候，比希塔克斯还会把对方的眼睛都挖出来。其实早在16世纪，当地就有了关于比希塔克斯的传闻。有学者记载过那些居住在库斯科周围的土著人，因为生活贫苦，他们特别珍视自己体内的脂肪，认为这是美丽、健康和力量的象征。相反，骨瘦如柴反而会遭人反感。有记载说，白人殖民者会用土著人的尸体脂肪来治疗伤口，而且他们还会将尸体煮沸，提炼出尸油来润滑火枪和大炮，以防武器在潮湿的亚马逊雨林生锈。除此之外，脂肪还会被制作成各种肥皂和护肤品。当然，还有些人怀疑天主教洗礼当中使用的圣油、教堂里面用的蜡烛以及钟表的润滑剂等等，原料都是人类脂肪。虽然这些传说一真一假，但足以搞得人心惶惶，以至于后来当地人都不敢把木柴送到西班牙人的家里面，就是担心自己被杀。脂肪会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。反正一直以来，几乎所有的安第斯人都对这个神话深信不疑，到后来甚至都影响了国家援助计划。父母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吃胖，遭遇杀身之祸，纷纷拒绝粮食援助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这些所有的援助都是入侵者为了获取更多脂肪的阴谋诡计。所以当秘鲁警方正式公开脂肪盗窃团伙的存在时，当地人都炸开锅了。现代的比希塔克斯已经现身，那么这是不是证明400多年前的神话的确有此事呢？
然而没过几天，轰动一时的新闻迅速出现了惊天大翻转，大家都很好奇安第斯人的脂肪到底有多么的特别，能比品还要贵好几倍。确实，这又不是什么昂贵的精脂，现在许多爱美人士不惜花重金去做吸脂手术，倒不如自产自销了。显然这个脂肪盗窃团伙没啥商业头脑，毕竟在黑市上，活体器官能赚的钱远远超过了卖脂肪的。杀了那么多人，只为了点脂肪，这真的至于吗？实际上，要不是有古老的神话传说加持，秘鲁脂肪盗窃团伙的故事明显是站不住脚的。毕竟就算是安第斯人的脂肪，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而且脂肪通常只用于整形外科，比如患者会用其他部位的脂肪来填充法令纹、隆胸等等，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排异反应。另外，在吸脂手术当中产生的脂肪，基本也都会当成医疗垃圾给扔掉。真要卖钱的话，那国外的化妆品公司为何不直接联系当地的整容医院，岂不是更加的方便？为何要大费周章去秘鲁丛林里面找人作案呢？最关键的是，可乐瓶存放脂肪是不是显得太不专业了？因此，有医学专家认为，这故事纯粹就是在扯淡。不仅如此，人类学教授威廉·米切尔在听说此事后，第一反应就是荒谬。威廉教授熟知秘鲁中部高地的神话传说，对于警方的说辞，他立刻就想到，这很有可能就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。果然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示怀疑，人们也不再好奇杀人取脂肪的具体细节到底有多么的猎奇，反而想知道某些人大张旗鼓的放烟雾弹到底是安了什么心。那下面有两个说法，说法一是警方故意引导人们把此案联系到400多年前的神话故事上，目的是为了震慑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帮派成员和村民，让他们不敢惹是生非。说法二是在事发前夕，有一名叫做里卡多的记者试图曝光一则爆炸性的丑闻，大致内容是北部城市特鲁西略暗藏着一支由政府资助的敢死队。可怕的是，据里卡多统计，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，共有46名犯罪嫌疑人被敢死队暗中处决。然而，就在里卡多准备发表一篇更加详细的报道之际，脂肪盗窃团伙的新闻突然空降，连续几天都霸占了头版头条。对于里卡多而言，他觉得政府想利用这个新闻掩盖他们处决的事实，的确非常的可疑。那就我个人而言，比较赞同第二种说法。因为如果单纯只是为了震慑民众，肯定还会有更加简易的应对方法，完全没有必要特意演这么一出，还开什么新闻发布会，简直是浪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了。更何况，随着2010年地方选举活动的临近，媒体上的风言风语特别多，很多都是为了拉踩掩盖各种真相。那么还记得那个在镜头前面义愤填膺，一副势必要将脂肪盗窃团伙缉拿归案的局长菲利克斯吗？据说他在当年的12月1日就被停职了，因为各大媒体报纸都把整件事情认定为骗局。而菲利克斯在这之前还安排了70-80名手下调查所有的脂肪谋杀案，他在镜头前面的表演自然就成为了最大的笑话。不过刚才那2瓶人类脂肪确实是如假包换的，至于为什么要收集这个，据说是为了制作宗教仪式上所用的蜡烛。不过至于它的出处并没有说法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不是通过杀人而获得的。后来秘鲁内政部长接受采访，他明确表示自己不能说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犯罪团伙，看来这场闹剧就此稀里糊涂的收场了。其实我倒觉得比西塔克斯具有相当复杂的象征意义，当过去殖民主义的威胁与神话传说相结合，这一根深蒂固的概念就很难被消除，所以脂肪犯罪团伙会被捏造出来做文章，听着离谱，但好像也在意料之中。同样的，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，依然会有像比西塔克斯这样的威胁，即使他不再是蛮横的殖民者，也会以各种不速之客的形式出现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